俄乌战事进入第122天，在长达数周的激战后，俄乌双方均表示，俄军与卢甘斯克武装已完全控制乌克兰东部重镇北顿涅茨克。目前，乌军已退守至与北顿涅茨克隔河相望的利西昌斯克市，这是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最后的阵地。分析指，这是乌克兰方面1个多月以来在战场上经历的最大挫败。据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周日上午6时左右，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巨大爆炸声，乌克兰全境拉响了防空警报。当天上午近11点时，基辅第2次拉响防空警报。乌克兰方面发布消息称，基辅和基辅州遭大约14枚导弹打击，爆炸地点位于基辅市中心的舍普琴科区。乌方北顿涅茨克市长亚历山大·斯特鲁克同一天也在国家电视台上承认此事。Місто повністю під окупацією уже Російської Федерації, намагаються там наводити свої порядки. Наскільки мені відомо, там призначили якогось коменданта, який там збирає якісь активи. 斯特鲁克表示，原本藏身在阿佐特化肥厂的平民也开始陆续撤走，估计已有800人离开。军队则转到一河之隔的利西昌斯克市。北顿涅茨克市有大约10万人口。观察指出，俄军目前正加大力度从3个方向围攻利西昌斯克市。如果成功，将全面控制卢甘斯克州。接下来将主力转向顿巴斯地区的剩余地方。目前我们看到乌军是撤退了，那么实际上也看到，就是所谓的在任何的绝对优势面前，任何的是所谓的战术，都是一些技巧的，都不会发挥作用。那么俄乌双方的悬殊的这个军力，以及俄方在这一地区投入了逾10倍的火力、数倍的军力，终于使得战局的僵持被打破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周6的例行讲话中誓言，将夺回失去的城市。Всі наші міста, Сєвєродонецьк, Донецьк, Луганськ, ми все повернемо. Щотижня ми йдемо до Херсону, жодного дня не забували про Мелітополь, про Бердянськ, про Енергодар і Маріуполь. Всі інші міста України, які тимчасово окуповані, будуть тільки українські. 泽连斯基还喊话，无情的导弹袭击证实了对俄罗斯的制裁不足以帮助需要更多武器的乌克兰。乌克兰急需合作伙伴拥有的现代武器，尤其是防空系统。周四，美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的首批4套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炮系统已经运抵乌克兰境内，预计将在7月中旬前交付。首批60名乌克兰士兵正在接受操作该系统的训练。乌克兰媒体还公布了首批海马斯火箭炮系统运抵后的试射画面。海马斯火箭炮系统以轮式战术卡车为底盘，既可以发射射程70公里的中程火箭弹，也可以发射射程约300公里的远程火箭弹。目前，美国宣布暂时只向乌克兰提供中程火箭弹，俄方则表示，外国援助的火箭炮等武器将成为重点打击的对象。对美国的海马斯系统运抵乌克兰，将会使得乌克兰的这种军在火力上的劣势有所改善。但是海马斯一套系统可能或者说数套海马斯系统，在战场上能不能改变这样一种态势呢？我觉得不会的。毕竟西方向乌克兰提供的这些大规模的进攻性的武器数量仍然是有限的，不足以改变战场态势。但是呢，会给俄军造成更大的伤亡和更大的阻力。